2017年9月28号，几个陌生的字眼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是海水稻。那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一项重大科学突破，由袁隆平院士带队试种的海水稻迎来评测，结果亩产高达620公斤。此后，海水稻试种成功的好消息不仅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点赞，同时也引起了各国的关注。没过多久，阿联酋就率先与中国海水稻团队取得联系，并于2017年11月正式邀请他们到迪拜沙漠地区开展试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依然不负众望，在西亚这片热土上，沙漠海水稻测产成功，这在人类史上是第一次，更是一项人类的奇迹。在短短8个月内，他们是怎么做到在沙漠上种出水稻的呢？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独家揭秘。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作为中国人，水稻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但你是否想过到阿拉伯的沙漠地区种水稻？这听起来更像是天方夜谭。在沙漠种植水稻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袁隆平院士带领的这支中国团队，不仅要走在世界最前端，独自开辟这条没人走过的道路，还要克服许多沙漠地区的恶劣条件。这无疑是一场与大自然之间的较量。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副主任张国栋坦言，在沙漠上种海水稻难度相当大。首先要克服的是当地的极端气候。迪拜的沙漠靠近赤道，那里有极端高温的天气，一天最高温度竟达到50摄氏度，昼夜温差有20度。同时，这里气候干旱，湿度较低，像水稻这样的主粮作物无法完成自花授粉，这让作物的栽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除了艰苦的气候条件，他们还面临着棘手的土壤结构。迪拜典型意义上的沙漠是团粒结构，因此纯沙子的土壤根本不保水，在有限的经济投入下，主粮作物很难生长。在这里，大自然没少给中国团队出难题。同时，由于中东地区没有做过主粮栽培，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大规模产粮，因此他们没有农药、农机具、农机械以及相关的劳动力。在没有任何基础设备的情况下，中国团队在当地完全是从零开始开展农业生产。即便等待解决的难题非常多，中国团队依然前往。张国栋说，其实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不过就算失败了，他们依然还是人类水稻栽培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在这次合作中，阿联酋方面提供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迪拜有400多万印巴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动力，而这次远赴中东的中国团队总共有20多人，从事规划、测试等高级工作，将中国高端的农业技术带到迪拜。张国栋颇为自豪地说，过去中国经常输出的是劳力，而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面对当地基础设备资源不足的问题，张国栋说，这只是资源调配的问题，我们从中国带来人才和专业农机具，给当地培训、调用和运输。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下定决心迎接挑战。中国人不来做，谁来做？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信心还是有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从2012年开始研发的4维改良法技术，已经在2017年取得初步成功。以4维改良法中的要素物联网系统为例，可以利用水土循环系统进行水资源循环利用，从植物根部渗透灌水，减少日照蒸发，下渗的水还会被回收利用，在土壤地表以下进行内部循环，从而最大程度的节水。如果采用比较保守的纯研究方案，为了确保成功率和学术声誉，通常会先在国内的类似条件沙漠，如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试验种植，当试验结果确认可行时，再去国外进行实验种植。但这支由袁隆平带队的队伍，正如他本人的作风一样，重在行动力。
袁隆平院士曾表示，我们搞农业生产不在于发表多少篇学术文章，而在于我们真正将农作物栽培成功。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在农业生产领域发表多少文章，拿多少诺贝尔奖都不如真正在沙漠上把水稻种出来。也正是袁老一直给团队鼓舞打气，给予精神支撑，这支队伍才能顶住外界的压力，让海水稻在一片质疑声中长成。虽然袁老当年已88岁高龄，无法亲临现场做指挥，但是他始终站在队伍背后做重大决策和精神支持。袁隆平还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团队化解许多信任危机，并号召社会各界为该项目贡献力量。其中，华为就为团队提供了农业物联网的知识和技术。2018年1月8号，研发中心在迪拜启动项目建设，他们选取了80余种不同的杂交水稻进行小范围种植培育。5个月过去了，在研发团队的悉心培育下，水稻分批成熟。临到最终测评阶段，一般情况下团队的心情总会有点复杂，在其中带有一些紧张，但张国栋却信心满满地表示，海水稻长在田里，我们研究人员对它们的生长情况最为清楚，在正式测试前，我们对最终结果就有一定把握了。为求结果公平公正，中国团队拒绝自我吹嘘，因此邀请了由来自国际水稻所、印度、埃及、阿联酋和中国等5名专家组成的国际联合测产专家组进行测评。5月26号，他们对首批成熟的品种进行了测产。令研发团队惊喜的是，其中一个水稻材料产量超过520公斤每亩。来自印度的测产专家伊什在电话中向袁老表示，这样的测产结果让人非常激动，印象深刻。来自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也发表文章称，在迪拜郊外的广袤沙漠中，中国科学家利用稀释的海水，在沙砾中成功种植出了耐旱的水稻。在眺望这片稻田的同时，这些科学家也意识到，一场长达40年的奋斗终于在此开花结果了。因为在热带沙漠地带中，能够做到300公斤每亩就已经是奇迹了。袁隆平院士同样表示，500公斤每亩是理想，没想到能真正达到。张国栋提到，如果该品种水稻能进一步推广到60万亩，按照每年种植2季考虑，可以养活至少100万迪拜本土人民。测产结果也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的一小步。张国栋表示，如今海水稻被证明在沙漠地区可以种植，接下来要研究如何最大程度节约成本，利用海水稻带动绿色社区城镇的全产业链的发展，在沙漠中建立小型人造绿洲。在迪拜酋长和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双方的合作规划中，在2019至2020年将分别建立1平方公里和10平方公里的示范绿洲农场。从2021年起，将会迅速推广复制10平方公里的标准人造绿洲，绿洲总种植面积将会推广至400平方公里，连同市政基础设施和居住社区将达到600平方公里，覆盖迪拜15%的国土面积。迪拜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窗口，海水稻技术不仅能够养活当地100万人，同时也可以拉动“一带一路”经济投资，至少带来1000亿以上的投资收益，带动当地经济腾飞的奇迹。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广海水稻产业链模式将为阿拉伯人谋福利。这一次的试种成功，让中国海水稻团队成了中东地区的香饽饽。海水稻的米香也飘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2018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团队开启了水稻技术推广及农业产业园建设非洲推广项目。项目开启后不久，非洲塞拉利昂共和国多次派专员前往青岛接洽，签订水稻种植项目合作意向书。刚果部也紧随其后，与青岛共同制定10亿美元海水稻种植计划。科威特则邀请青岛海水稻研究团队在该国进行产业化推广。在广袤无垠的迪拜大沙漠里，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孕育着袁隆平院士为全世界种下了希望。
中国人在泱泱稻田中一次又一次挑战人类粮食历史的奇迹，成就了最平凡的稻谷，挽救了大地上的饥饿。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海水稻种植面积已突破100万亩，为他们点赞。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